朋友们，大家好。最近，英国一对情侣在深圳一家星巴克拍摄了一段大约14分钟的视频，标题为“关于中国的真相”。我住进了一家中国医院，讲述了那位女士在中国深圳一家私立医院就医的经历。这家私立医院是深圳博爱曙光医院。女主角是一位冲浪爱好者，在印尼巴厘岛的时候，她从冲浪板摔了下来，可能摔伤了。反正呢，感觉她眼睛看不清，腿脚也不好，走路一瘸一拐的。视频没有交代他们为何来到中国，反正视频突然呢就转到了中国深圳。就在前面所说那家星巴克录制了这个视频。由于那位英国女士感到自己病情比较重，所以呢，在深圳的时候，他们就在手机上输入了“医院”这个词。于是呢，在地图上，在他们酒店的附近，大约步行4分钟的地方就有一家医院。于是他们就往这家医院走，就是咱们前面提到的深圳博爱曙光医院。这是一家私立医院，挂号费花了25块钱。接着有一位中国女士拿着手机，全程手机翻译软件陪着她。这位英国女士做了脑部以及膝盖的 CT， 医生立即给她看诊。医生说她没有什么大问题，眼睛也没有问题，于是给她开了眼药水及一堆中成药，并安慰她说眼睛没问题，她的膝盖也会慢慢恢复。同时她还拿到了胶片。这与英国完全不同，他们对深圳这家医院的医术、效率以及服务大为惊讶，完全颠覆了他们对中国医疗系统的认知。还有一点，他们相当忐忑，那就是一直担心天价账单。后来看到账单时，他们心里的石头才落了地。原来 CT 扫描才花了400元，约42英镑，连开的一大堆药全部开支，你们猜多少钱？1400人民币，约147英镑，大大低于他们的心理预期。在视频上，他们吐槽到，英国一直在洗脑宣传，让英国人认为他们英国的 NHS 医疗系统是最棒的。但与深圳这些医院比起来，英国 NHS 太渣了，这是他们说的啊。在视频中，他们列出了英美两国 CT 项目与中国完全一样，但价格却是这样的：中国 CT 价格400块，约42英镑；英国 CT 价格呢420到800英镑，也就是中国10倍到20倍左右。而美国更夸张，美国 CT 价格是300到6750美元。大家自己去算一算，6750美元的话，与400元人民币相比，相差了多少倍？所以这么一对比，咱们就很好理解这2位英国人的内心有多崩溃。深圳这家医院的效率、专业度和价格都远远秒杀英美两国的医疗系统。所以在视频中，他们俩一再建议，凡是那些到中国旅游工作的外国人，如果遇到什么困难，如果身体有什么不适，一定要前往中国医院，不要犹豫，因为那里太安全了，医生的医术太高了，价格也相当的亲民。同时，他们对中国医疗系统大加赞赏。我想，这也是中国免签开放外国人到中国旅游后的又一个比较正面的例子。因为中国各方面让那些被他们媒体洗脑的外国人大幅或者说彻底改观了他们对中国的印象。而且我觉得今后如果组织老外，特别是英美这种昂萨国家老外到中国进行医美旅游，可能是一个赚钱的项目。可是有一点真的讽刺，有些中国人总以为西方国家的医疗很牛，所以你看那些有钱的人，他们宁可花天价的钱，也要到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治病。当然，如果一点都不差钱，或许美国的医疗比中国好。但是以我对西方的了解，对于普通老百姓，这里我说的是普通老百姓，而不是富人啊。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中国医疗系统绝对比美国的更好。Yeah, we absolutely love this country, and the healthcare's top notch. You already know the people's top notch. Yeah, people are top notch, the food's top notch, the healthcare's top notch as well. It's actually, it's just another great thing, another green tick. I mean, if you go to a public hospital, you're probably paying quarter them prices, which is amazing. So if you're traveling to China, don't worry about it. Worst case scenario, get hospital treatment, and it's the best in the world. 好了，朋友们，大体介绍了这个视频之后，咱们来看看世界各国网友们的评论吧。我觉得这评论要比视频内容更精彩。
第一条评论：中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毫无疑问。美国为什么在蓄意挑起战争？我不知道，也许出于嫉妒吧。接着往下，中国医疗最棒的一点是，带孩子去医院时，法律规定医生必须在10分钟内接诊，成人则是20分钟内。而在澳大利亚，只要你还清醒、能呼吸、能说话，可能就得等上好几小时。于是网友们纷纷跟帖，比如这位网友吐槽道，在美国至少得等3小时，除非你声称心脏有问题，他们才会立即检查，否则你就只能干等。先来个护士看看你，再来个医学院的实习生，接着是住院医师，突然又冒出一群见习护士，把注册护士啊、医学院实习生和住院医师的流程重新走一遍，折腾了半天，终于来了个主治医生，问几个问题后就消失了。等到终于离开急诊室时，你已精疲力竭。虽然治疗确实有效，但8到10小时都耗进去了。西方医疗系统到底什么鬼啊？这位网友总结的挺好，在中国，人民医疗、饮食医疗、医院医疗、公共交通医疗、电动车医疗、购物医疗、公园医疗、科技医疗、高铁医疗，样样都是医疗。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歪曲报道已被揭穿。下一则，得知你们在深圳一切安好，且受到悉心照料，我就放心了。我知道很多香港人多年来都会去深圳求医问诊、看牙医或休闲娱乐。虽然我已数10年未踏足内地，但我相信你们会越来越喜欢那里的风土人情，就像我当年一样，爱上了那里的美丽风景和人民的热情友善。继续往下，很高兴听说你在中国的就医经历很顺利。我理解中国人和他们的医生都以本国的医学和对患者的医疗护理而自豪，再次为你现在一切安好感到开心。这位加拿大华人也现身说法，他说，我是加拿大籍华人，在加拿大等了8个月才做上 CT 扫描，还需要做核磁共振，但医生说要等很久，于是我回到中国，2天内就看完了医生，做完了 CT 和核磁共振，全部花费只花了110加元。再往下，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去公立医院？中国最好的医院都是公立医院，中国最优秀的医生也都在公立医院，价格比私立医院低好几倍，设备设施也比私立医院好得多，只不过可能人多了些。下一则，中国真是个了不起的地方，人们如此友善，一切都让人感到轻松无忧，医院的服务优质又高效。继续往下，亲们，如你们所知，我因重症肺炎在中国呼吸重症监护室住了9天，每天做 CT 扫描、验血、核磁共振，这是我享受过最棒的医疗服务，总费用仅1100美元。咱们看看网友们的跟帖，比如说这位，天哪，所有那些才1100美元，可能比你在美国的医保自付额还低呢。继续看跟帖，简直便宜到爆，这要是在你们国家得花多少钱啊？再看跟帖，我特意问了美国的亲友，同样的治疗在美国要花30万到40万美元。下一则，很高兴你在中国的医院有这么好的就医体验。和美国把医院当盈利机构经营的模式不同，中国的医院是为人民提供医疗服务的。继续往下，中国人总爱说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但这个发展中的家伙在很多方面可比发达的加拿大先进多了。这位网友也来讲他在中国的就医经历。上个月在中国南京度假时，我在当地医院有一次很棒的就诊体验。尽管医院相当繁忙，但从进门
到离开只花了1个小时，不仅服务高效，最棒的是价格超级实惠啊！这位外派到中国的老外说，作为外籍人士，我妻子是在中国公立医院分娩的，费用非常合理，服务也很棒。再往下，您应该选择中国的公立医院，特别是3甲综合医院或专科医院。这些公立机构医疗费用非常合理。视频中展示的是私立医院，其价格远高于公立医院。更重要的是，中国公立医院的医疗水平通常优于私立医院。虽然就诊人数较多，但公立医院拥有大批医生。下一则，去的是中国私立医院，那些地方收费特别高，我们平时很少去。私立医院的核心优势是服务好，但说实话，公立医院才更值得选择，医生水平更高，价格更实惠，还能用全民医保。很多项目的花费连私立医院的1/10都不到。继续往下，全套检测只要150英镑，简直太超值了，光冲这个都值得专门跑中国一趟了。再往下，真心感谢你们分享这些经历。我是华人，但在英国出生长大，我们全家其实正在考虑是否要回到祖国。父母都已年过80，虽然偶尔会听到有人在唱衰中国医疗体系不可靠之类的言论，但我对这些始终半信半疑。通过油管上真实分享的亲身经历，我学到了很多，既开阔眼界，又耳目一新。再往下，我来自英国，2025年7月6日在中国意外摔伤，双腕骨折，左眼上方严重撕裂伤，缝了13针，最严重的是肩关节粉碎性骨折，需要重大手术，在攀枝花市中心医院住院10天，医护表现堪称完美，从急救车到最终出院，总费用仅3万人民币，约3130英镑，或者4160美元。要知道几年前在美国，光做个牙根管治疗，报价就比这高得多。下一则，中国拥有大量技术精湛的从业人员，医疗工作者也不例外，他们的医疗效率实在令人惊叹。在其他发达国家，做完所有这些检测，可能要耗时数月，花费嘛更是高出数倍。继续往下，这正是对中国医疗体系和人民素质的最佳褒奖。从我在油管上看到的情况来看，英国早已不是最佳选择，何不考虑移居海外呢？继续往下，太棒了，很高兴一切都在掌控中，而且你获得了和其他中国患者完全相同的待遇。这位澳大利亚人说，谁能想到中国的医院这么出色，无论是私立还是公立，在澳洲我们看个医生都得等上好几个小时。继续往下，真高兴你在中国的医院有良好体验。我侄女8年前也有类似经历，当时她在货轮工作时突发疾病，被紧急送往中国医院，医生诊断出她患有一种极其罕见的1型糖尿病。医疗团队经过3周多的精心治疗和护理，直到她病情稳定，才安全返回家乡。再往下，我是澳大利亚人，在中国有过多次住院经历。2006年在成都做过腰椎4到5椎板块切除术，后来还就诊过几次，每次治疗都堪称完美，疗效显著，尤其是脊柱手术，彻底治愈了我长达数10年的慢性背痛。费用嘛，低得惊人，最棒的是诊疗速度，所有检查一次就诊就能完成，从不需要先做影像检查回家，等下周再拿报告复诊。实验室检查等其他项目也是如此。这种效率也许正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所以完全不用担心在中国就医，实际情况与西方媒体的抹黑报道截然不同。再往下，在英国，
手术排期长得可怕，医院会临时取消你的预约，甚至临近手术时突然叫停。我和家人都亲身经历过，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购买昂贵的私人医疗保险，但这类保险将许多既有疾病排除在外，结果投保后依然要自掏腰包。再往下，真是万幸你能及时就医，顺利看诊并完成所有治疗。在美国，光等医生就要好几个小时，做完各项检查可能要耗上一整天，因为每个环节都要无尽等待。我上次因鼻子感染去急诊，居然等了8小时。中国医疗费用实在太亲民了，在美国要是没有医保根本看不起病，就算有医保也贵得离谱，而且保费本身就很惊人。说真的，美国医疗贵到疯狂啊！再往下，美女博主希望你早日康复。在异国他乡，身体不适最让人难受了。今年10月将是我第一次去中国，已经迫不及待了。我们一直在考虑退休规划，虽然还有好些年。原本打算在欧洲买别墅，但现在觉得中国或许也是个选择。超爱看你们的视频，你们俩互动超有化学反应，那种互相调侃的默契太有意思了。下一则，自2024年起，中国出现了一股显著的医疗旅游热潮，主要吸引西方游客，尤其是来自美国和英国的游客。不过我必须指出，你刚支付的医疗费用相比在您本国可能不算多，但对普通收入的中国民众而言，1400元人民币仍算昂贵。这还只是没有医保和政府补贴的自费金额，若享有这些医保，实际支付通常只需要您刚才花费的1半左右。德国知识补充，其实1400元不能算太贵，所以我留下了我的跟帖。我说这只相当于深圳平均月收入的1/7，所以不算贵。下一则，我父亲在荷兰做一次 CT 扫描花了600欧元。德国知识补充，600欧元相当于5000人民币。继续往下，看完这些展示中国医院就诊体验的视频，从患者待遇、医疗质量、诊疗效率到整体就医感受，我真心觉得自己才像是生活在第3世界。再往下，我叫 Kevin， 希望你早日康复。现在和妻子在洛阳，他的家乡。中国的医院太棒了。我患有多发性骨髓瘤，在加拿大每2周要注射1次药物，自费的话每针约1400加元。幸好加拿大免费治疗。这次在中国做检查验血后注射抗癌针剂，你们猜费用？80元人民币。我爱这个国家，保重身体。这个德国人也来参与讨论。我和中国籍妻子及女儿已在上海生活2年，今年4月曾住院11天，可以确定我得到了良好治疗。没错，前期检查含抽血仅花费5欧元，X 光检查也只要7欧元。我对医院医生非常满意，可以说德国的医疗服务未必比这里更好，当然也不差。医护人员的热心服务更让整个住院过程舒适许多。由于我会说些中文，与医院人员沟通自然更顺畅。他们总是对外国人说中文感到欣喜，即便不够流利。德国知识补充，在这位德文下面，我用德语跟贴了。我说，可别忘了啊，德国的医疗保险及护理保险一起是税前收入的19%，中国的比例更低，甚至中国农民每年的保费是420元，约50欧元一年。下一则，在美国看完病之后，我们往往得去 GoFundMe 上众筹医疗费。德国知识点评，这位美国人说的确实没错，由于美国的医疗昂贵到离谱，确实有些美国人只能众筹。当然，我也偶尔看到我的微信朋友圈转发的医疗费众筹的事，不过比前几年少了很多，现在1年可能遇到1-2次。
这位加拿大网友说，很高兴你在医院得到妥善治疗，听说他受焦虑症困扰，实在令人心疼。在异国旅行时，这种情况尤其艰难。祝你早日康复，别担心，你现在在中国，这是个安全的国度，这里的人们都会热心帮助你。从下方评论了解到，如果去公立医院，或许人会更多，但绝对不用等6到8小时。我住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最近刚带丈夫和母亲去急诊，从进门到离开花了整整7小时。2年前，我侄子因脚伤在渥太华医院等了12个多小时，晚上7点到早7点，对，就是通宵。最后他发火告诉医护人员要离开，因为还得赶去上课。结果刚说要走就得到诊治，打着石膏出来的。可怜的孩子啊，在渥太华大学读书，远离多伦多的家人，受伤时都没有亲属照顾。这位网友可能是中国人，他说，你很幸运身处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之一，最棒的是通常在一家医院就能搞定所有诊疗项目。如果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医生办公室墙上挂着那些锦旗，都是患者为感谢优质服务送来的。最让我震撼的是，全程都有医护助理陪同就诊。又有一位加拿大网友，他说，在加拿大做核磁共振得等3到4个月，除非额外支付900加元才能加快检查。继续往下，看到美国 CT 扫描的价格时，我差点惊掉下巴。英国的费用也不比美国低多少。英国人来评论了，在英国根本不可能1天内完成所有检查，除非住院，但像你这种情况根本达不到住院标准。下一则，加拿大确实有免费医保，但真的用时却形同虚设，候诊时间长得能和你寿命赛跑。我家亲戚需要做膝关节置换术，忍痛跛行14个月都没排上，最后不得不自掏2.7万美元飞到美国凤凰城做了手术。怎么看最后一条评论？在加拿大和美国，医师协会通过控制医学院数量及每年培养的医生人数，人为制造医生短缺，从而抬高医疗服务价格。而中国政府则根据实际需求规划和调控医学院规模及医生培养数量。好的，各位朋友，真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从刚才以及没有翻译的评论来看，最破防的是昂萨国家的人，美国、英国、加拿大，他们的医疗实在太昂贵了，所以这个视频的评论几乎是一边倒批评他们自己的医保，大赞中国的医疗服务，羡慕中国的医疗系统。但讽刺的是，仍然有不少中国人认为西方国家的医保及医术比中国高。那么朋友们，你们怎么看呢？好的，朋友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那我们下期见。